我们结婚20多年了，虽然以前他工作很忙，不经常回家，但还是会打他电话，然后关心关心我和孩子。可是自从他前几年辞职回家以后，哎呀，各种各样的矛盾啊就接踵而来，真的把我搞得身心疲惫。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每天总是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和我发脾气，说我整天游手好闲，简直就是无理取闹，还管我抽烟，管我玩手机，管我这管我那，烦死人了。他现在啊，整天沉迷于手机、微信聊天，我感觉我们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很多事情根本就没办法跟他沟通。他对这个家漠不关心，还有对我就一点都不在乎。这样的日子啊，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过下去。发出这样一声叹息的时候，我相信主人公自己一定是无奈的。为什么我的婚姻变成了这样？掌声有请这一对，掌声有请。男嘉宾张先生49岁，来自湖南，自由职业；女嘉宾邹女士46岁，来自湖南，自由职业。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这个上场其实能看性格的，那鼓点响的时候，他紧抢了几步。生活里也是这么一个利索的女人吧？今天来干嘛呀？是不想过了还是找问题啊？我不想跟他过了。为什么呀？不关心家，也不在乎我，还打我了。还打你了？就是我们南方城市比较潮湿哦，被子盖久了就比较润。那天天气很好，好大的太阳，我就准备把那些被子送上去晒，要他帮忙。他说我有事嘞，你自己搞了。因为我个子不是很高，我们那个绳子搭的嘞也，平时就是晒1、2铺的话还是可以的，但是那次是6、7床，然后我实在是后来就没有力气翻上去了，我翻了几下翻不上去那被子，我就说你上来给我帮下忙了，他就好，我马上就来，左等右等总是不上来，我就一跑下去，他在那玩手机，我一冲上去我就把他手机给打下了。他一下子就站起来，砰就是我一个嘴巴。当时我长这么大，爸爸妈妈都没打过我，而且这件事情我也没有做错，只是要他帮下忙，他就打我。为什么？你干嘛这样？他这个人的性格就是这样，一旦天气好的时候，他要把小孩的那个床被他就拉上去盖。我就说这么辛苦，忽然有的是太阳，那么急干什么？我用手机玩，不是他心目中间想象中的那样，因为我是做推疗师的，正在聊一个客户，正好那一天客人他感觉到身体哪些地方不舒服，他想让我到他家去帮他做一下治疗。这么多年了，我已经没有上班了，那么我可以到外面去赚一点钱，能够维持家的生计。那么你下来的话，就把我的手机扔在一边，还说了我一些话。你说你这个男人不是一个男人，为什么就是这样？因为我没做事了，赚钱他赚的多一些，我赚的少一些。您有多久没工作了？将近6年了。为什么不工作了？因为我自己干这一行干了很多年了，我认为没必要打工了，我就辞职，自己走自己的路。走自己的路是干嘛的？就是客人打电话，我上门服务啊。哦，那你这6年来还给客人服务吗？做啊，但是挣钱吗？挣的很少了，现在。那你1个月大概能上门几次给别人服务啊？这个说不一定。那就基本没有什么收入，是不是？哎，对，是不是？对。所以你在6年前选择的这个出路，看起来是一个新出路的选择，实际上面是下岗了。那天你觉得好不容易聊了一客户，他这样，所以你就打了他。是的。是，好，我就着问了啊，这个脾气应该挺要强的，在你们20多年的这个婚姻当中，这是他第一次打你是吧？受不了了。是的。你是受不了他打你，还是受不了你不知道他跟什么人聊天？受不了聊天，打我也受不了。好，打你也受不了。那这个打你发生在什么时候？ 2个月之前吧。2个月之前，那你受不了，你干嘛不跟他离婚呢？
我现在回家了，我在娘家住。哦，在娘家住。那今天谁要来的呢？是我要来的。你要来干嘛？我来这里的话，就是希望得到老师给我一点建议，能够挽回我的这个婚姻。反正你已经回娘家2个多月了，是吧？对。好，我就小片里的问题问问，你嫌他管你抽烟是吧？其实一个男人你抽点烟还是无所谓，是吧？啊。他这个人抽烟就是在哪里抽烟头丢哪里，烟灰弹哪里，不讲卫生，到处都搞得很脏。因为这是他养成的这个习惯嘛，我又不会做家务事，一直都是他在做家务事。还怪他了？你看他这逻辑很有意思。过去我这样，你为什么不说？现在你说我是吧？对。好，你的逻辑，这个现在有点受不了了，不卫生。我从他这个打扮看，还挺喜欢时尚的，对吧？就是特别爱漂亮。你看他快50岁的人了，一天到晚就打扮的自己像个小伙子一样的。每天照镜子，主持人你不知道，都要照10几遍。你看他那个头发是吧？每天对着镜子梳啊，拿吹风吹呀，那摸丝这样喷这样喷，一个辫子他都要扎好久，自己在镜子面前这样哎呀，扎上了，又搞一下开了，哎呀，扎到左边了，又把它扎一下，又搞一下，又好像又靠右了，又扎一下，扎个辫子都要搞好久。哎，那你们家这个饭谁做呀？以前都是我做，从他没做事以后，饭就我有时候就希望他去做。那现在他不做是吧？根本就不做。我现在做的那个兼职是派单。派单你知道我要提很多那种的宣传单页，马路边就发给那些行人。每天走来走去，真的是很累了。有一次我们那次是要扫楼，就是拿着每一份单页，爬每一层楼梯，送到每一个客户的门口。或者是送到他们的家里，那次有6层楼的，有8层楼的，全部是楼梯。是不是即使是在这么累的情况下，回到家也没一口热饭吃？没有饭吃。没饭吃，他不做饭。到现在为止，你还是不会做家务是吧？我跟他谈恋爱，结婚到现在23年了，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做过饭，但是我还是做过饭。我做过饭过后，那个饭烧糊了，炒了几个菜。炒得不好，淡的淡，咸的咸，他吃了过后又骂我。那一天他回家，他就一进来就发现厨房里我没做饭，我在那里玩手机，他就发很大的气。当然了因为是为什么呢？我有的时候通过这个智能手机查一下资料，因为我有了这些，然后我面对客人，我的经验更加丰富。他就无辜的就把我的手机摆在一边，然后跟我大吵大闹。我也是一个男人，我也有尊严。你这样刺激我，无非一点，你就是挑我吗？挑我的刺吗？看我不顺眼吗？因为是为什么？挣钱挣的少了一些吗？那你挣钱挣的少，你还把手机给摔了？手机不要用钱买啊，买个手机还要700、800块钱。你就不会家里面考虑一下？你有脾气了你就摔东西。你说些那话很难听呢。你说别人的老公是大男人，你说我呢，个子很矮小，说我是一个小男人。那也不是气来了吗？你把手机摔了，本来就没什么钱。那我管他那么多，所以我就脾气来了吧，就把手机摔了。摔了过后我还是后悔。这个你现在都跟什么人？就是你用智能手机都是在查资料，还是确实跟人在聊天啊？你在干嘛？好像你对这意见特别大，对吧？对。你到底在干嘛？微信聊天，然后通过智能手机查一点资料。不是你聊天聊什么呀？聊天是我一些客户，你看像有一个。不是你还有什么客户？你不都没客户了吗？你妻子和你自己的描述。因为现在是这个信息时代嘛，这么快捷，都是通过微信。客人他是我的微信好友，当他什么地方不舒服，我可以通过微信聊天。他哪些地方不舒服，我就可以告诉他。那么我一告诉他，他说张师傅你来到我家，我来帮你做按摩，那我就可以挣得到钱了。这是智能手机了，这是信息时代了。对，这6年。他就认为我不，你这6年不是也没什么客户，你这天都聊到哪儿去？你效率很低呀，张师傅。辞完职过后，我就想开一个店。我就做市场调查，这个市场调查我就发现，
门面、员工、吃住、水费、电费，哎，我辛辛苦苦赚来的这么多的钱，我扔进去的话，一旦我的生意做不好怎么办？我很难收回投资。我就说，老婆，我跟你商量一下，跟你沟通一下，你看这样可以吗？她说什么事情？我说我可以利用我的家做一个我的工作室，那么这个客户可以来到我家，你看我住的这个地方有很多商户，做生意的还有住家的，都可以是我的发展的对象。他就不理解我，不赞成我。你那个想法根本就不切实际了。我们住的楼层很高，我们住6楼，你看那顾客他会上去吗？就算你有顾客上门了，在家里陌生人来来去去来来去去，我们就非常不方便了，我孩子的生活都被打扰了。请问赚钱重要还是影响了你重要？我的目的只有一点，花很少的钱，利用我的家来赚一点钱，来维持家里的生计。你这样不理解我，还要对我说我这说我了。其实我这个男人有很大的委屈，我都没说。这不是过去的事儿了，6年前的事儿，您还记得？他的所有抱怨是你不理解他。哎，你看过他的聊天，确实是在查东西拉客户吗？没有，我有一次无意中翻看他的那个微信聊天，他和那个女的聊得很亲热，发那个玫瑰花的那个图标啊，早上很早又什么早安呐，还有什么晚安，还说什么么么哒。你看这个年龄了，还搞得这个样子，我真的是。对呀，你看他那是谈暧昧了，跟别人哪里是聊什么生意了，聊什么工作上的事情了。我是男人，我用我的思维去维护我的客户，不管是男客户还是女客户。不是，你的客户是需要送玫瑰花的，还需要么么哒的是吧？这是一种客户的一种维护的一种沟通。早上好啊，送一朵玫瑰花，然后通过这个聊天的过程中转化为我的客户，他就认为我不，听转换了吗？我还正在这里努力了。聊了多久了？3个小时。现在还在聊吗？他后面发好大的气。为什么呀？他全部把我的女性的全部都删了，我累积了很多年的女的客户啊，还有潜在的女客户都删了，只剩下了男人。不是挺好吗？那也是客户吗？那也是我为家赚钱呢，他就是认为我没赚钱呢。你是觉得因为你挣不了钱，所以他欺负你是吧？你心里难受是吧？因为他现在钱好吧比我挣的多一点。多一点，我其实就问一点，你在手里到底有几个客户？到现在为止啊，男客户是有很多。不，你就告诉我你有多少客户就完了。稳定的客户有几个？稳定的客户的话，在我们长沙目前的话，以前有将近70、80个，到现在的话可能只有5、6个。多少个？5、6个。怎么客户流失这么大呀？现在等于你只有5、6个客户，对不对？嗯，对。看来你这微信聊天聊得也不咋地。孩子多大？孩子今年17了。男孩女孩？男孩。知道你们俩这么闹吗？儿子什么意见和态度啊？他的话，我们这样有时候没顾及他，因为他那个人脾气很大，当他发脾气的时候，他什么都不顾了。看出来了。就是小孩子在旁边的话，我有时候要跟他吵，我就把他拉开，都拉不动。他反正就在那里，当时就吵，就没顾及孩子的感受。在他这个潜在失业的6年前，这个男人还行是吧？对家庭还挺负责的，对吗？对，那个时候不经常见面。不经常见面是什么意思？因为他上班的那个时间段都是下午到晚上，他就睡白天是睡觉的，对对对，是吧？晚上去给人按，对不对？对。那挣的钱都交家里。那个时候除了挣钱交家里，对你和孩子好吗？那个时候还是很好的。请您非常客观地回答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时候除了交钱这一部分，其他那部分的责任他履行得好吗？比如说做丈夫的、做父亲的。他基本上就管他自己了。也就是说，除了交钱就是管自己。对。哦，就是这么一个婚姻现状，是吧？嗯。理解了，好吧，老师们看怎么办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其实女士一上来，我们都看到和你很大差别啊。你很时尚，但是你老婆很憔悴，所以我好心酸。一看你们上场，成为一家人20多年了，夫妻俩差别这么大，什么原因呢？你说
男人是要尊严的，他不给我面子，他说我不像个男人。男人的尊严是什么呢？就您打扮的这么时尚，身材保持的这么好，就会有尊严吗？其实男人尊严特别简单，男人要负责，对家庭要负责，对工作也要负责。您的责任在哪儿啊？我不觉得一定要打工或者我出来自己单做有什么不同。我们如果对工作负责，爱工作，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回到家庭来说，你有好好爱你的家吗？连烟灰都随地乱弹，你既不赚钱又不持家，你对这个家负了什么责任？你对这个妻子、对这个孩子付出了什么样的爱呢？所以你没有办法得到尊严。希望您尽快调整，给太太一份责任心，给家一份爱心，好不好？好，谢谢。谢谢老师，徐总。你知道你这6年，甚至于这23年的婚姻，你对这个家根本就没有什么付出。咱就说这6年的事儿，这个女人凭借自己脚踏实地的努力付出，去卖自己的辛苦，去耗费时间，去为这个家付出她的一切，做兼职、派送，从1楼要爬到6楼，回来之后还要为这个家去做饭，为你做饭。孩子呢，可能没有谈及过多，但是能够等到17岁了，那她付出了多少？而你呢，做了什么？你有什么脸面？你凭什么冲这个女人伸出你的手呢？你有没有点良心？而且不切实际，所有的想法都不切实际。好，谢谢。来，涂老师。你承不承认你是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大事干不了，小事呢不愿干。别的不说，你就像你老婆一样发传单，一层楼一层楼的爬，你也能挣得比现在多，但你偏偏不愿意去干，是吧？你说一个男人活到50，活得只剩下一张嘴和一身花里胡哨的装扮，这用长沙话来说，你就是个老油条。你看看你那个口舌如簧的嘴，说什么话你都能够熬上你的道理，能够一天花上数个小时去装扮，没有时间去晒床被子。你说你是不是50岁的年纪，你活得就剩下那张嘴和一身花里胡哨的装扮？你刚才口口声声说谈尊严是吧？什么叫尊严？尊严很简单，就是作为一个人应该拥有的权利被尊重，这就叫尊严。比如说，作为一个人，他就应该有人格，人家应该尊重他；作为一个人有吃饭的权利，你应该尊重他；作为一个人，他有自己能够做自己喜欢干的事情，比如说我喜欢推拿，我喜欢刷小辫子，这就叫尊严。所以说，你爱打扮成什么样是你的权利，我们应该尊重。这叫尊严。但是获得尊严的前提是什么？就是你在拥有你获得权利的前提是你要先尽义务，你才会有权利，对吧？你要付出，你才会有收获，对吧？对。你要养孩子，你才称得上是一个父亲，对吧？那我问你，你尽到义务了吗？义务没尽到。那你要什么尊严？所以我跟你说了，我没尊严了。所以啊，既然没有尊严，就请你朴实一点，就不要在这叨叨叨叨叨叨。
有一副来赔礼道歉、想重新拾起尊严的样子。至于这位女生，她这一生的细皮嫩肉啊，那都是你养出来的，苦了自己，幸福了别人。所以我说在中国啊，80%的家庭，女人都比男人衰老得快，这很正常。我也曾经说过，一个人呐，如果他拥有比自己的生理年龄更年轻的一副面容的时候，我估计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他没有责任和付出，只有绝少一部分是真的保养得好。一个人心不放在家里，只放在自己的装扮，每天游手好闲不操心，你说他怎么可能不年轻呢？因为剩下的心都让你给操了。但问题是，你要是操这份心，他能理解，多少是值得。我们看到有些男人也不干活，挣的钱也没女人多，但他有一张甜嘴，他能哄，那至少也是一份安慰和收获吧。因为他知道自己不对，所以他会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抚慰你。但如果一个男人不理解你的苦，没有抚慰，反而给你的是一种打骂也好，不理解也好，那你说这种付出你还值得？按我来说，你应该早6年就应该回娘家去，让他自己吃自己做糊的饭，让自己睡那湿漉漉的被子，他就应该知道这些年你为家庭生活当中操过的苦了。一个随处掸烟灰、随处扔烟头的人，一定是不能够理解一把扫帚要从那犄角旮旯里面把那些烟灰全都扫起来的那种艰难。他没有扫过，所以如果不让他尝试，他就永远不可能理解你所受到的苦。而如果夫妻之间不能够感同身受的话，那这日子的节奏多半是过不下去的。所以无论是你老也好，皮肤松弛也好，被打也好，那只能说是活该。当然年轻的时候贪恋美色，所以找了他，我们也可以理解。但问题是面容不能当饭吃。当你每一层一层楼离去，爬到楼上去挣些钱的时候，我认为你内心大概是可以理解到这一点。今天你肯定会出来，而且出来之后你还会惯着他，我知道，因为一直以来你就把他当孩子一样养着。但是你要知道，如果要让孩子成长，光惯着一定是不行。甚至你可能也想过，等孩子长大了之后，我跟着孩子过，不管他，让他一边去。但是真的到那天，你放得下那手吗？你也放不下那手。所以我说啊，如果真的要爱一个人，就不要去惯着他，多多少少咬紧后槽牙，狠着心的给他一些生活真正的历练，你们俩才能真正的过得下去，好不好？今天这么多人说你比他老上许多，你心里不舒服吧？以后命令他1个月之内至少给你做3次 SPA， 你别什么走自己的路发展了，该上哪儿应聘上哪儿应聘去了。如果你要是真的能够在一个按摩店做首席按摩师，也挺有面儿，你又何必自己一个人单搞？别耍你那嘴皮子了，听见没有？好，就这样。我觉得不仅是今天不应该从这个门背后出来，回到生活里，继续在娘家待着，把儿子带走，让他自己先过一段再说。什么时候他回去真的上班了，我不看重于说一个男人是不是要挣钱，而是你有没有尽到那份心。其实49岁不算迟哦，真有手艺，年龄越往上手艺越值钱啊。对，所以啊，不要轻易原谅，一定让他成长。爱一个人更应该懂吧？来，一起进入黄金60秒。老婆，给我机会吧，从今以后我不会打你了。既然我来到这里的话，这么老师都说我会改掉的，你会看到诚心的我会努力去挣钱的。以前我能做得到的，以后我绝对会能做得到。后面的人生，我相信你会过得是相当好的，只要有我在。那我们回去以后，你会不会去上班？
我会想办法挣钱。我是问你会不会去上班？我会去上班。因为我想过安稳的日子。好，给你一个安稳的日子。哎，别做那不切实际的梦。来，你真的去上班对吧？那要把头发剪了。对，这个我就是要说这个，我们尊重一个人的权利，但是中国有句老话叫削发明志，对不对？我要去上班，我估计你这头发应聘不太好应聘，你愿意削发明志给老婆吗？不剪。不剪就别出来。那个男人那么爱自己的一头回去吧，发的。回去吧，回去吧。大姐，加油哦！来，请关门。哎呀，世间的事儿啊，人间的情啊，难呀。哎，来，哎。为什么不剪啊？留了多少年啊？他没出来。没有啊？那肯定就是认为我不剪这头发他就不出来，认为我这个人是靠不住的，我会剪的啊！给你们承诺，我一定会剪的，也一定会给他幸福。哎，珍重吧，请回吧，谢谢。好，谢谢。